他是国产奇幻片中祖师爷般的存在，无数人模仿他，却从未被超越。因为他不仅天马行空、嬉闹癫狂，还将民间各种玄术搬上了大荧幕，整了一波又一波火，甚至还有网友神评，有种脑子被电击了一些的感觉。他就是被近2万人打出8.2分的神片1982年版的《奇门遁甲》。接下来我们来唠一唠，来看看这个老道士下面条的方式有多牛。他先是用锋利如杀猪刀的右手随便在攻击画上挥了挥，下一秒画像就被切成了条状。紧接着他迅速将切碎的画像往锅里一撇，搅拌均匀后，一碗热腾腾的鸡肉面就做好。老道士1天5顿都吃这玩意儿，拥有这样的技能，想必老道士1年可以省很多钱。老道士名叫奇门，是一位能呼风唤雨的幻术大师。他还有个名叫遁甲的师妹，二人平时一见面就吵吵个不停，就连给师傅上香也要争个先来后到。今天遁甲出其不意的从衣服下伸出第3只手，将香插了上去。奇门只能暂时认输，随后又拿出一袋米。遁甲刚抓起米查看片刻，就见袋子里突然窜出一束火苗，下一秒奇门将袋口一合，从里面倒出一碗米酒。这特别酿造的酒啊，是师傅最喜欢的。只见画像上的师傅立马将嘴张开，奇门将酒倒进他嘴里，只是酒度数有点高，师傅只喝了一杯就面红耳赤迷瞪了。遁甲讽刺他，整天只知道溜须拍马，什么事都要和自己斗上一斗。现在天旱的这么厉害，你有本事你去跟天斗，你让他下雨啊，跟我斗有什么用啊？奇门抬头观察了一些天象，只见烈日当空，暂时没有下雨的可能。谁知这天他起床时发现自己关节有点疼，多年的老寒腿已经成了天气预报，这说明很有可能要下雨。于是他拿出羽毛做的竹蜻蜓，飞到天上查看情况。飞了一圈之后，奇门发现羽毛有些潮湿，所以他推测不超2天一定会下雨。此时的街道上，老百姓就请来一个神棍向上天求雨。只见神棍装模作样的念了一堆咒语，随后几滴水从天而降。神棍还以为龙王显灵了，抬头一看，发现奇门站那个房顶上搁那撒尿呢。奇门从房顶一跃而下，当即把神棍赶下了台。只见他手里的伞变成一张符咒，接着便在雨字上点了一个蜡烛。没成想，不服气的神棍又爬了上来。奇门趁机借走他手里的剑，并用黄布将它裹成个粽子，随后一把火烧了神棍的祭台。神棍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因为祭台上供奉的是四海龙王。奇门一点都不害怕得罪他们，还拿出一个神龙杯倒扣在水里。一如律令，神龙吸水。只听他话音刚落，天空中就忽然乌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没多久暴雨就如约而至。奇门还将神棍骗的钱还给了老百姓。神棍见状，拿起剑就要干死他，不料下一秒被雷给劈死了。就这么死啊？这时的街道上，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老头正在抱怨世道的不公。他对着撞倒自己的人大声喊道：“不许走！滚回来！你敢撞我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是八旗军总教头。”老头并没有吹牛掰，他年轻时候确实是八旗军总教头。只因为高雄爱上了一个汉人女子，肃亲王就将他叫到府里问话。高雄承认后，肃亲王便让他杀了这个汉人女子，但高雄下不去手啊。于是肃亲王就让手下杀了他。看着自己最爱的女子惨死在眼前后，高雄拔出剑砍死了那2个手下。就在高雄一步步逼近肃亲王时，蝙蝠法师突然从天而降。高教头，你这么做太过分。蝙蝠法师劝他赶紧向肃亲王认错，说不定亲王见他认错态度良好，还会免去他的灭门之灾。不行，我要杀一儆百，诛他9族。蝙蝠法师听罢，只好双手结印，随后变成个酒瓶。就在高雄好奇地打量着里面装的是啥时，酒瓶突然滚到他脚边，高雄双脚一跃，躲过了酒瓶的追击。下一秒，酒瓶里突然冒出个小鬼，小鬼拿着酒瓶上挂着的追杀令和高雄对比了片刻之后，小鬼便将追杀令推进肚里，随后抽出了一把50米的大砍刀。高雄见状，也是毫不示弱的和小鬼干起来。小鬼突然一脚将他踹飞，一连交手几个回合之后，高雄便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，于是将小鬼裹进地毯里逃了出去。这时一群追兵迅速将他包围，高雄无力和他们再纠缠，所以绑架了一旁荡秋千的小贝勒。追兵们见状不敢再靠近，高雄从肃亲王府逃了出来之后，一路来到海边，他便想将小贝勒放走，谁知一看发现小贝勒没气儿了，他才知道自己闯向了弥天大祸，他这一辈子注定只能亡命天涯了。高雄将小贝勒的尸体海葬了，随后他便拿着小贝勒的玉佩离开这里。时间一晃过去10几年，高雄怎么都想不到，那群无意间撞到他的人竟然是蝙蝠法师派来的杀手。到了晚上，杀手趴房顶上用刀拉了个口子，并用一根铁丝在高雄和杨子的汤里下了毒。就在高雄夹起汤里的肉要呲一些时，杨子树根发现有一只苍蝇飞进汤里，高雄敏锐地察觉到苍蝇居然当场就死了，而且背后还有个人影在蠢蠢欲动。他舀起一勺汤猛地泼向身后，果然听到一声惨叫。其余杀手见状也不再隐藏，纷纷提溜着刀从房顶上跳了下来。高雄见状立马和他们打了起来。
没想到有个杀手不讲武德，往他脸上撒了一把毒粉。树根见状，立马走上前和杀手缠斗到一起。这时有一个杀手认出了他胸前佩戴的玉佩，以为他就是当年被高雄掳走的小贝勒，于是让同伴们停止攻击。杀手撤离之后，树根发现高雄的眼睛看不着了，只好出门找大夫来为他治疗。结果竟误打误撞来到了奇门遁甲的家里。刚走进门，听见一阵流水声，抬头一瞅，发现是墙上的瀑布壁画在流水。他被淋得浑身湿透。这时有个老奶奶走过来，递给他一张帕子。小兄弟，当心着了凉，快把身体擦干。谁知他人还没走过来，首先飞到树根面前。树根吓懵了，赶紧跑了出去。谁知他刚出狼窝，又进虎口。他发现巷里的蜡烛竟在自己燃烧，出于好奇，他摸了摸，差点被烫成猪蹄子。如此诡异的一幕吓得他想撩人，没成想下一秒门却突然被关上，紧接着空中突然飘来一只烧鸡，这可把今天晚上没吃饭的树根馋完吧了。结果就在他伸手去拿时，烧鸡突然变成火鸡，这火鸡还自带追踪系统，把树根的屁股点着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房主人奇门从天而降，一屁股将树根屁股上的火给做灭了。树根不敢得罪他，于是就嘴甜的表示他不但玉树临风潇洒倜傥，而且心地善良。奇门觉得这小子很有眼光，高兴之余还给他做了碗鸡肉面。可就在树根即将大快朵颐之时，奇门却突然说道：有难了，你气色不明，将有大祸临头。是啊，我大叔被人弄瞎了眼睛，我是出来替他找药的。树根向奇门寻求解难之法，奇门给了他3瓶药，让他回到土罐里，蒸出的热气喷洒在高雄的眼睛上。片刻后，高雄眼睛恢复了视力。不料他突然暴怒而起，便要将树根赶走。树根想不到高雄竟这么绝情，殊不知高雄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，因为高雄已经被蝙蝠法师盯上，他要继续跟着自己，一定会有性命之忧。然而蝙蝠法师来的比他想象中要快，树根刚跑出没多远，就被蝙蝠法师封住了脉络。听见动静的高雄提着的刀出来，一抬头就看见蝙蝠法师倒吊在房檐之下。高教头，谢谢你多年来照顾小贝勒，我也要多谢你的关照，才会有今天。高雄明白他是将树根认错成小贝勒，实话告诉他小贝勒已经去世了。但蝙蝠法师不在意树根的真实身份，他只要这么一个人来当小贝勒，然后去肃亲王那边邀功。二人一言不合打了起来。然而就算是巅峰时期的高雄也不是法师的对手，更何况如今的他已经长期酗酒败坏了身子。仅仅几招，高雄惨死在蝙蝠法师的剑下，而树根也被法师抓了回去。为了将树根伪装成小贝勒，法师在他脚底板上刻了一个脚踏七星的图案，气得树根只想骂娘。不要冲动，如果你肯跟我合作，就可以贵为贝勒爷。只要你听我的话，我还可以扶你坐上大清帝位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掌握天下。树根从小就对权势不感兴趣，更何况蝙蝠法师还杀了自己的叔叔，所以说什么都不肯屈服对方。蝙蝠法师只好让小鬼看着树根，小鬼开心的在他脸上撒了泡尿。树根气急败坏的骂他是个怪物，还让他用自己尿照镜子。小鬼看到自己倒影后，伤心欲绝的哭了起来。他活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产生了从酒瓶里出来的念头。树根好心的走上前帮他，但无论他怎么用力，小鬼都出不来。趁着小鬼伤心之际，树根悄悄跑了出去，这一口气跑到奇门遁甲家。此时的兄妹俩又因为一点小事吵得不可开交，又干起来了。他们在院子里画了一条38线，树根从房顶一跃而下，正巧踩在线上，俩人什么都要抢一抢。遁甲拿出一把大斧头，想要将树根砍成2半，跟奇门平分。树根只能拼命的逃跑，最后他在奇门遁甲的师傅面前跪了下来。既然如此，就让他当师傅的徒弟。不过现在师傅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教导师弟的责任落到奇门遁甲头上。二人拿出3个碗，让树根随便挑选一个，碗底写着贫腰姑3字。树根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呀？贫啊，就是一辈子穷，连裤子都没得穿。腰啊，就是随时随地都会夭折啊。那么姑呢？姑啊，好像他一样一世孤单。而另一边，蝙蝠法师得知小鬼将树根放跑后，一怒之下残忍将他杀死。他只好亲自动身去把树根找回来。但得知树根是奇门遁甲的师弟后，蝙蝠法师退缩了，因为他知道奇门遁甲联手起来，天下无敌。不过我会在你们不在一起时，把你们个个击破。放下狠话之后，蝙蝠法师就走了。当天晚上，他就派人来暗杀奇门。杀手将铁丝伸到正在熟睡的老头脸上，紧接着就在上面涂抹毒药，对着老头轻轻一吹，下一秒毒药就顺着铁丝流了下来。本以为奇门必死无疑，谁知眨眼间他竟在睡梦中将毒药吹进杀手嘴里。暗杀奇门的动作就这样失败了。接下来蝙蝠法师又派杀手伪装成修面女去暗杀遁甲，怎料遁甲早就识破了对方的伎俩，一个喷嚏把杀手准备好的开心粉吹他脸上了。最终杀手开心死了。于是蝙蝠法师只能自己动手。
他亲自打造了奇门遁甲的人皮面具，随后先将自己伪装成奇门，出现在遁甲的房间里。奇门遁甲刚刚又吵起来了，所以遁甲很不待见这个冒牌的奇门。但冒牌的奇门竟一改往日恶劣的态度，不停向遁甲道歉，然后趁着遁甲不备之际杀死了他。临死前，遁甲将自己一缕头发吹到奇门屋子里，奇门看到头发之后察觉到不对劲儿，随后蝙蝠法师伪装的遁甲走了进来。他同样对奇门说起了软话，接着趁奇门不备之际向他撒出一把毒粉。好在奇门及时躲开了，蝙蝠法师卸下了自己的伪装。你真行，你怎么看穿我的？我看你的眼神充满暴力杀气，就知道是你蝙蝠法师。二人一言不合就开干。尽管蝙蝠法师的武功很强，但奇门变幻莫测的招式让他几度吃了亏。这时树根出现，和奇门打起了配合。蝙蝠法师自知不是二人的对手，就仓皇撩人了。不过俩人并没有乘胜追击，而是来到遁甲的房子里。遁甲果然死在了蝙蝠法师手上，树根悲痛欲绝。他知道遁甲是因为自己而死，虽然奇门不怪他，但也没法原谅自己，所以他下定决心要帮遁甲完成遗愿，参加3年一度的法师争霸大赛，争夺第一，获得五雷天师令。第一关，由我去迟。地不解便利于。请我下去，把钥匙给我拿上来。道士不容拒绝地将鲤鱼丢进滚烫的油锅里，下一秒鲤鱼就被炸得外焦里嫩。临死前他还留下了一句遗言。树根见对手都这么菜，于是跳上来说自己试一试。只见他伸出双手比划了个手势，随后他身上长出了第3只手。当那只手伸进油锅将钥匙捞起时，早就被炸得只剩下骨头了。众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。然而树根将钥匙从油锅里捞出来后，却被一旁的人抢走了。有几个手速快的已经用钥匙将镣铐打开，争抢间钥匙掉到油锅里，树根用一招神龙吸水再次把它取了出来。他顺利打开镣铐，通过了关。第2关叫做过纸桥，薄薄的纸桥下方有各式各样的毒蛇，一旦从桥上掉下去就会葬身蛇口。第一个闯关的人将自己的脚和身体分开，接着一前一后的从纸桥上走过去。另一个人把自己膨胀成个气球，飘到空中。飘过去时，他还不忘回过头来嘲笑第一个人。不成想对方伸出手指将他戳破了气，二人就这样双双掉进蛇窝。树根则召唤出一堆纸蝴蝶，捏着自己过桥。这时一个披头散发的黑衣人突然出现，和他缠斗到一起。好在树根反应足够机灵，而黑衣人也被他一脚踢进蛇窝，最后硬是凭借着一根木棍走到对岸。第3关比较简单，只要听从指令，经受住火烧雨淋的考验，就可以上前取走五雷天师令。然而就在树根即将拿到五雷天师令时，黑衣人突然从蛇窝里飞了出来。他脱掉那身衣服后，树根才知道他是蝙蝠法师。二人相互放了一波狠话之后打了起来，而打斗期间，法师竟然用了一招摄魂定影术，将树根影子定在地上，他自己无法动弹。就在法师即将用飞刀取他性命时，树根放了个屁，吹灭了身后的灯，灯后的影子消失了，树根躲开蝙蝠法师的攻击。随后法师又用了幻影分身术来迷惑树根的眼睛，树根发现分身是没有影子的，于是专挑有影子的打。蝙蝠法师见状拿出了夺命陀螺，树根脱下衣服将陀螺挡了回去，下一秒就变成遁甲的模样，他一头撞向蝙蝠法师的裤裆，让他从此以后断子绝孙。蝙蝠法师从地上爬起来之后，竟一把将五雷天师令抢了过去。结果这一幕连老天爷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来了个雷把蝙蝠法师劈死了。树根就这样拿到了五雷天师令，谁知他和奇门将五雷天师令寄给遁甲时，遁甲竟自己从遗像后飞了出来。原来那天蝙蝠法师进来时，遁甲就意识到不对劲儿，于是他戴上个头套，所以蝙蝠法师的夺命陀螺并没有夺走他的性命。随后他又用归西大法骗过了奇门和树根，让二人以为他去世了。此时奇门和遁甲又以为五雷天师令抢了起来，谁知树根突然横插一脚将五雷天师令抢走，奇门遁甲追在他身后。天师令在此，命令你们以后不准动气，要一团和气。真是后生可畏哦。行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嘎啦拜。